好，各位买好，我是董爱买。这期视频呢，跟大家聊一聊我从德国官网购买了一台残勇的 SLX8直邮到家的故事。那为什么要聊这个呢？之前其实我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帖，我发现有很多同学回复我，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询问我关于关税啊、运费时效啊以及质保怎么样的问题。所以呢，这期视频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整套过程啊。为啥又要买一台那个残勇的自行车呢？其实，在今年6月18号的时候，我买了一台迪卡侬的 AF105，这真的是一台非常棒的适合入门骑行的车，带了我入门了。然后我觉得骑行真的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情，它可以到达许多汽车无法到达的地方，而且骑起来真的让人感受到非常自由。所以呢，我又去迪卡侬买了一台 GCR 的刮车。那刮车呢，相对于公路车呢，它的车架本身会变得更加的偏向于舒适，同时它的轮胎呢也会变得更加宽，胎纹呢也是带有这个花纹的，更加适合去一些非铺装路面啊，以及一些历史路面，更加便于我去探索世界。本来呢这个故事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，但是后来我又迷上了这种气动类型的车啊。我非常喜欢的自行车样子呢是它的下管要非常的粗壮，然后轮框呢非常高，看起来呢就很性能，就有点像汽车中的跑车那种感觉吧。所以我觉得那反正自行车嘛，多买一台少买一台什么的问题也不大，所以呢我就又想去买一台迪卡侬的 RCR。那无奈呢，迪卡侬的 RCR 真的是一台空汽车啊，就根本买不着。所以呢，我就研究学习了一番，我发现德国的残勇，这个网站有点意思啊。而且呢，很多同学说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德国捷安特是吧？就比较容易买，然后性价比啊，就双引号的性价比，感觉也很高的样子。毕竟呢，国内目前套件都在涨价，轮组呢不仅涨价，你还买不到。所以呢，我就选择在残勇的官网去购买了。那残勇的官网呢是支持直邮到中国大陆地区的，运费呢统一是800块钱。如果你选择直邮的话，他们还额外100%强制要买一个150块钱的包装箱，那个包装箱还是挺好的。然后他们会给你邮寄到家上门。那整个购买方式呢其实非常简单啊，你要保证你的姓名呢使用拼音的方式填写，千万不要填错。我知道有的同学喜欢使用艺名的方式去填写，对吧？这样导致自己在报关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。然后呢，地址呢就使用汉语拼音地址去填写就好了。支付呢，不管你是使用信用卡还是微信支付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填写的是中国大陆的地址呢，那个收取的是20%的行邮税啊。自行车类目的行邮税20%，这是国家定的。那需要提醒一点的是呢，它的行邮税的税基呢是 CIF 的方式，也就是说是包含运费的，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个 FOB 啊，只算车的离岸价这样的方式。所以呢，大概整体上的费用呢，就是你的车价加上关税，然后乘上20%，好像 UPS 还会额外收一点手续费吧，忘了多少钱了。如果你有一个中国香港的地址呢，你寄到中国香港它是免税的。那整体的时效呢，你下单之后大概残勇的官网要2到3天发货，然后发货大概3到4天，途经迪拜啊也就到达那个上海了。到达上海之后呢，海关报税啊，然后整个这个流程大概又要花2到3天，整体上呢1周时间差不多就可以拿到。然后整个货物呢从德国发货的时候 UPS 呢就会联系你预清关啊，他会给你打电话。那这上面呢 UPS 它会引导你去它的公众号注册一个账号，账号里面有一个智慧清关栏目，在这个栏目中呢，你填写一下你购买自行车的完整的订单截图啊，然后以及你购买的这个银行流水啊，其实他们就要确定一件事，就是你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以及这个东西到底花了多少钱。然后以上一切数据填完之后呢，你就等待海关查验吧，查验完毕之后就送货上门。整个关税你可以等到送货上门的时候使用到付啊，付给快递员就好了。那需要提醒一点的就是呢，那个残勇是一个国际性的站点，只有 CN 域名的站点是支持直邮的。如果你选择美国的站点呢，你会发现最终在结算的时候地址只能寄往美国，对的，这要从美国再次转运，这就不一定很划算了。而且呢，要额外关注官网的2个频道，一个呢是 Sales， 一个是 Outlets， 因为只有这2个频道的价格呢是处于打折或者有一定折扣状态的。正常情况下，如果你正价原价买东西，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不如闲鱼上的那些代购的。然后至于网站的更新时间没得准儿，然后有人说是每周一的下午去看一看，事实上我抢到我这台车的时候，它已经是 Only One Left 了，并不是周一啊，就是我经常去刷一刷，然后刷到了，然后就买了，好吧。然后关于这个车寄回来之后安装的问题，其实残勇官网呢一直说自己的车已经进行了95%的组装，到手之后呢，你只需要安装把力，然后以及把前轮给它装上就行了。官方呢也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视频，但是呢你不要期待太高。那官方呢车里头是随车带了工具的，应该有2把扭矩扳手，像我这儿的话我就少了1把扭矩扳手，对吧？并且呢我看了一下我的车的前轮呢，它的气门芯是歪的，反正这种装配的
这个成果，对吧？又一次让我对于所谓什么德国精湛工艺祛魅，是不是？然后另外呢，我这台车呢还有一定的前叉松动，反正你自己看看教程之后拿扭力扳手扭一下，问题也不大。总之呢，就是你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，但是也不需要太强啊。毕竟呢，一台自行车大量的套件呢，其实都是供应商的产品，不是苏联的，就是禧玛诺，对吧？基本上都是这两家。然后呢，轮组呢，也就是这常规这些家，基本上不会出问题。那一旦你出现了一些什么调教不好的情况的话，其实你找车店花点小钱也都能解决，这都不是事儿。那真正出问题的情况，比如说你的车架坏了、车架开裂了，一些质量问题，或者说你出现了一些小事故，把车架给摔烂了，那这些情况下，你可以联系官网的售后部门。那他们呢会通过邮件的方式沟通，效率有点慢，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同学沟通的结果来看，最终呢，如果是他们的质量问题呢，蚕蛹肯定给你免费补件发货的。如果是你的问题造成的，那基本上你也可以用一定的折扣价格去买到车架，这跟其他品牌方的质保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本质上呢就是无非就是一个海外网站。你的沟通呢，都是需要在官网上去提交一个 claim，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要等他们回邮件。效率上呢，肯定是不如你直接把车推到国内的售后门店了，对吧？因此呢，你在购买蚕蛹自行车的时候，你的注册邮箱非常重要。当你的自行车发货的时候，官网会自动把这台车的车架号跟你的邮箱绑定，日后你要进行的一切售后服务都需要登录这个账号去提交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买别人的二手车，或者是从代购那儿买车，还是建议你尽量向他们索要一下邮箱吧。但是我知道，对于代购来说，他们基本上是不愿意提供邮箱的，因为他们肯定一个账号下面有很多台车嘛。所以个人二手卖家一般来说问题不大。那这个事情呢，你就自己去判断。那如果你愿意接受代购的话，那无非就是出现问题之后你找代购帮忙嘛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大家做这门生意，一定程度上还是去乐于去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的，好吗？对了，还有额外一件事，就是那个德国的自行车左右手刹车是反的，别的没啥区别。如果你对这个特别在意的话，你也可以让车店帮你把两边的油管给交换一下，问题也就解决了，好吧？然后总结一下，就是自行车作为一个运动工具，你海淘的话，会有一定尺码之类的风险，对吧？如果你买错码子，你也只能回来卖二手了。然后质保呢，会相对来说比国行有一家门店要麻烦一些，但是优点是你可以买到不一样的东西，可以买到一些相对小众一点的东西，并且你可以享受自己解决问题的一些乐趣，好吗？如果迪卡侬的 RCR 是有货的话，我想我应该也就不会去买蚕蛹了。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，当我的蚕蛹发货的当天，我在京东无货订购了一台迪卡侬的 RCR， 结果它也到货了，那只能说有缘无分了。如果 RCR 发货但凡早一点，如果蚕蛹的发货但凡迟一点，现在我给大家拍摄的这台车就是迪卡侬的 RCR 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人生嘛就是这样，要不停的去探索，不停的去尝试不一样的事情，然后不要害怕，好吧？好，以上就是懂完买关于我自己的这台蚕蛹 SLX8 自行车的故事啊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收藏、订阅、懂买买的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